3月24号，英国皇家检察署正式宣布冻结一名中国公民在伦敦的85处房产，总价值超过了8100万英镑，折合人民币整整7.38个亿。那咱们先来看看这起事件的表面有多么的疯狂。这次被英国官方直接冻结的是一整个极其庞大、极其奢华的高端房产组合，整整85套啊！而且绝大多数呢都是位于伦敦市中心和南部的绝对黄金地段。大家要知道，伦敦市中心那是全球富豪扎堆，用寸土寸金来形容都嫌不够啊！能在这种地方买得起85套房产，这个财力啊，简直嚣张到极点啊！根据英国方面的披露啊，这个哥们儿从2022年的10月开始，就在伦敦开启了疯狂扫货模式啊！我们平时去超市买卫生纸啊，可能还得比价，人家买千万级别的豪宅，那是论打买的呀！最高光、最疯狂的一天他竟然在1天之内一口气砸出去了1150万英镑，一天花掉了1个多亿人民币买房子啊！就问你这操作魔幻不魔幻？他为什么要买这么多套房，而且在极短的时间内密集买入？很简单他以为把这天量的资金打散成几十份，分散投资到海量的房产交易市场里，就能像一滴水融入大海一样，神不知鬼不觉就洗白了。但是他太低估了资本主义国家对钱的敏锐嗅觉。你以为呢？你藏木于林，但在人家英国政府眼里，你这就是一头浑身冒着油光、肥得流油的大肥羊，正乐呵呵的主动往人家屠宰场里跑呢。那接下来最颠覆大家认知，也是目前全网吵得最凶的细节来了。很多人可能会想，既然冻结了人家的资产，那英国警察肯定是掌握了确凿的犯罪证据，把他给抓了，定罪了吧？错，这一次的冻结走的是纯纯的民事追偿程序。到目前为止，这名中国公民在英国根本就没有被指控任何刑事罪名，更没有被法院定罪。这就好比说，你走在大街上，警察突然跑过来把你手里的金项链给没收了，但他不抓你，也不说你偷东西，这是什么神仙操作啊？这就是英国官方手里面握着的超级杀手锏基于2002年犯罪收益法搞出来的不明财富来源令和临时冻结令。这个法案的核心精髓就4个字举证导致。在咱们的法律常识里，讲究的是谁主张谁举证。那官方如果想没收你的钱，官方呢就必须拿出铁证，证明这个钱是偷来的、抢来的或者是骗来的，这就是所谓的疑罪从无。但在英国这个规则里这规矩它是完全反过来了，人家根本不需要证明你的钱是脏的，人家只需要看你一眼，说一句：哎呦喂，小伙子，我看你这收入情况不像能买得起7个亿豪宅的人啊，你的钱是哪儿来的？然后官方直接给你画一道死线，给你3个月的时间，在这3个月里，你必须自己拿出完整、清晰、毫无破绽的证据链，证明你买这85套房子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干净净的、合法合规赚来的。如果你拿不出来证明，或者你拿出来的证明英国人不认可，又或者你心虚，干脆就不去证明了，那不好意思，哪怕你身上没有任何的刑事犯罪记录，英国官方也有绝对的权利，直接把这价值7.38亿的85套房产全部扣押，强制没收，直接充公，1分钱都不给你留。各位听懂了吗？这简直就是光明正大的合法抢劫啊！难怪网上先吵翻了天。有人呢是拍手叫好，觉得这种规则对付那些专门往海外转移赃款的贪官污吏和诈骗犯，简直是精准打击的神器。这就叫恶人自有恶人磨，只要你的钱是干净的，你还怕查吗？但是也有人倒吸口凉气，觉得这种先冻结再让你自证清白的疑罪从有操作实在是太霸道、太不讲理了。这等于把个人的财产权死死踩在脚底下摩擦啊！但是不管大家怎么吵，这就是人家地盘上的规矩。过去5年，英国呢就是靠着这个霸王条款，从全世界各地的富豪手里硬生生扒下了4.78亿英镑的所谓非法资产，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以赔偿金的名义还给了受害者，那剩下的大头全部进了英国政府的国库，成了人家补贴家用的零花钱。说白了，这就是一套极其成熟的专门针对外来财富的收割机制。那说到这儿，肯定有人好奇了，这哥们儿到底是谁啊？他哪来这么多钱啊？他能证明这个钱是合法的吗？
随着这个事件的发酵，这个神秘富豪的老底终于被彻底扒了下来。这个人叫苏江坡，福建大田人，1985年出生的。大家千万别把他当成什么正经的民营企业家在国内公安系统里，这哥们的名号可响亮着呢，那可是妥妥的榜上有名。早在2023年9月，福建老家的通缉就直接贴在脸上了。那根据警方查实的卷宗，苏江坡这伙人在2019年到2021年的2年里简直是收割机转世，彻底疯了呀！靠着后台那冰冷的跳动数据和诱人套路，非法聚拢的资金高达7.31个亿。最有意思来了，他在国内搞了7.31个亿，转头去伦敦买豪宅就花了7.38个亿。朋友们，你瞧瞧这账对的，那简直是严丝合缝啊，连零头都给你对上了。苏江坡这人精得很呀，他以为自己换个地方换套西装就能把自己给洗白了。为了把这7个亿运到大洋彼岸，他整出了一套极其烧脑极其隐蔽的手段。但这市场哪有不透风的墙啊？首先他早就抛弃了中国国籍花重金去买了一个加勒比海岛国的黄金护照。他以为换了个洋人的马甲，换了个名字就能切断跟过去犯罪记录的联系。其次呢，他疯狂注册了10几家看起来毫无关联的空壳公司，然后通过这些空壳公司的名义交叉持股，互相倒账，最后呢，以公司的名义在伦敦买下这85套房产。他以为他这套瞒天过海的连环阵做是天衣无缝，躲在层层的面具后面，就可以在伦敦的泰晤士河畔喝着下午茶，安安稳稳的当他的超级包租公了。但是他千算万算没算到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早就变了。他这点伎俩在老牌的金融帝国面前简直就是个小透明。一个拿着加勒比海不知名小岛国护照的人，突然操控着10几家刚成立没几天的空壳公司，带着巨大不明资金疯狂买下伦敦的黄金地产。这在系统里那警报灯闪得比迪厅里的球形灯还要刺眼。更关键的是，中国警方和国际刑警组织早就把他的底细摸的是一清二楚了。不管你穿多少层马甲只要这个源头是脏的，这笔钱的走向就永远带着抹不掉的印记。现在倒计时的钟声已经在伦敦敲响了。3个月，苏江坡面临的是一个根本无解的死局。他能证明这个钱是合法的吗？绝对不可能啊！如果他去向英国法院提交证明，那就等于把自己的犯罪事实主动交代一遍。如果他不提交，那这85套房产就直接充公。所以这起事件的最终结局已经注定了，这7.38个亿大概率是1分钱都拿不回来了，最终将全部变成英国政府兜里的战利品。大家如果经常刷一些像小红书这样的社交平台你们一定会发现一种非常奇特甚至畸形的信息茧房现象。在那些平台上有一大批所谓的情感博主、理财大师、移民中介，他们总是在字里行间里给你疯狂的洗脑，灌输一种极其危险的价值观。国内环境不好啦，有钱人都在润啦，只要你把资产转移到欧美，转移到西方国家，那里就是法治社会，那里就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天堂，那里就能保护你家族的财富安全。在这种铺天盖地的营销和洗脑下，国内有很多赚了点钱的富豪、明星，甚至是那些像苏江坡一样干着见不得人勾当的家伙，都对这种海外避风港的叙事深信不疑他们宁愿花极高的手续费，冒着极大的风险，也要把钱像蚂蚁搬家一样搬到海外去。他们以为跑出去了就进入了保险箱。但是你们以为西方国家真的是好客吗？你们以为他们真的保护私有财产吗？别傻了，资本主义的核心逻辑从来都是利益至上。当你带着巨额的资金刚刚踏入他们国门的时候，他们确实会笑脸相迎，因为你是来送钱的呀，你是来拉动他们房地产市场的，你是来给他们交高昂手续费和税收的。那个时候他们跟你大谈自由，大谈法治，但是一旦你的钱变成他们土地上的砖头，变成他们银行里的数字，情况就完全变了。你就从一个尊贵的客人变成一只肥羊。西方国家早就把这套玩法给研究透了。瑞士以前号称是全球最安全的保密银行，结果在美国的压力下，不仅是交出了客户名单最近几年呢，更是动不动就冻结俄罗斯富豪和各种争议富豪的资产。哪怕是被称为新一代亚洲富豪避风港的新加坡，就在去年也是爆发了震惊全球的28亿新币大案。
把一批拿着多国护照的福建籍灰产老板连锅端，豪宅、豪车、名表、金条全给没收了。说白了，这些国家呢在玩一种高级的黑吃黑。他们知道你的钱不干净啊，他们知道你在国内有案底，所以他们根本不怕你闹事。你敢去打官司吗？你敢去控告英国政府吗？所以西方国家吃定你了，他们就是掐准了这些跑路富豪不敢声张、做贼心虚的七寸，名正言顺的把你聚敛的财富直接划归己有。他们这叫用最文明的法律条文，干着最野蛮的掠夺勾当。那些以为润到海外就能高枕无忧的人，其实呢就是人家砧板上的肉。平时留着你啊，就是为了让你把更多的钱搬过来。一旦国家财政紧张了，或者政治风向变了，随便找个理由发个一纸公文，你几代人积累的财富瞬间就灰飞烟灭了。看着苏江坡这 7.38 亿的房产即将化为泡影，我这心里吧只有2个字儿：痛快。又或者说是悲哀。痛快的是这些人啊终于尝到了被更高维度的机器合法抢劫的滋味，这真是苍天有眼，报应不爽，天道好轮回，你看苍天饶过谁？悲哀的是这7个多亿的巨款呢，原本都是咱们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现在呢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啊，白白跑到了英国人的口袋里，变成了人家修桥补路给政客发工资的资金。这笔账算下来吃亏的还是咱们自己。但是这件事吧，也给所有人都敲响了一记震耳欲聋的警钟。不管你是做正经生意的老板，还是那些心怀鬼胎的玩家，都不要再对所谓的海外避风港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了。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绝对安全的法外之地。好啦，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儿啦，我是小兰，咱们下期再见。